在经历了当前部队编制的失败之后，俄军正在改进他们的突击战术，营级战术群将被称为突击部队或突击分遣队的新部队编制所取代。那么这个所谓的突击部队和俄军原来的 BTG 有什么不同？军改后的俄军又是否能在乌克兰战场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呢？咱们接着往下看。战争可以说是检验军队的最佳方法。世界第二军事强国俄罗斯也在这场俄乌战争中发现了许多自身的弊病。在前线不断失利的背景下，俄军内部开始思考破局之道。新的军队改革即将到来。俄罗斯消息报网站9月25日报道，在经历了当前部队编制的失败之后，俄罗斯正在改进他们的部队。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在2023年到2026年期间，俄军将经历一次重大变革，部队组成和行政组织结构都将进行大规模调整，并将着力提升俄海军、空天军和战略导弹部队的作战能力。从俄军方的态度上看，这次改革其实可以视作是新一轮的大规模军改，改革内容也基本对应了俄军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不足之处。俄军重点提及的行政结构和部队组成的改革是大方向上的改革，目前已经体现出来的是，俄军将新建侦察突击旅，该部队将用于对敌方堡垒实施突击，并在最靠近前线的敌军后方开展侦察行动。这些新型旅的组建参考了在俄乌战争中取得的经验，他们将成为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重新组建的军的一部分。显然，俄军在此次战争中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打算拥有用于开展突击行动的专业化部队。新部队的人员及装备配备工作已启动。虽然俄军并未公布新的侦察突击旅的编制结构，但大兵在曾经乌克兰缴获的一个俄军部队训练手册中看到了类似职责的部队。俄军还将其称之为突击部队，并没有确切名字。这个所谓的突击部队很有可能就是现在的独立侦察突击旅。根据乌克兰缴获的俄军作战手册，我们可以了解，俄军的突击部队是一支营级规模的部队，旨在堡垒化的森林战线和城市环境中进行突击。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加强营，但会特别专注于突击行动。该部队可根据任务要求定制，由2至3个突击连、1个指挥单位、1个炮兵支援单位和其他组组成。其主要单位是突击连，由1个指挥部、1个无人机小组、1个突击排、1个炮兵支援排、1个坦克群、1个预备队以及医疗后送队组成。其中1个突击排由12至15名成员组成，分为3人1组的战术组，并根据任务要求进行装备。预备队可以为排补充额外的火力，而其装备的武器为3辆 T72 坦克、2门 ZU-23 高炮和3具便携式防空导弹、12个便携式火焰喷射装置、6门牵引式火炮、2具 AGS-17 榴弹发射器、2挺 Crowd 重机枪、2具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2支狙击枪以及1辆扫雷车 Bram L。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人正在从大型部队编制过渡到更小更灵活的突击部队，然而他们仍然严重依赖火炮支援。倘若俄军将所有的 BTG 都进行突击化，则很有可能一些部队出现缺少炮兵的情况。这一决定应该是受到开战以来俄军的车辆和武器可用性下降的影响。在进攻战术当中，这支部队也十分重视突击2个字。资料显示，俄军突击部队在进攻中被明确要求使用无人机先行侦察，对设防阵地的攻击和炮击之间的停顿不应超过1分钟，同时禁止占领废弃的战壕，因为他们可能被设下陷阱，或可能已准备好作为炮击目标。除此之外，突击部队不能自行疏散伤员，他们必须将伤员的坐标转达给后送队。
另外，在突击部队当中，连排级指挥官可以决定炮兵目标，但只有单位指挥官可以提供空中支援。在突击时，部队的装甲群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行动，也可以分排行动。而在丛林环境前进，每个突击排应该以菱形编队移动。除此之外，俄军还要求在突击期间，突击连或突击排禁止穿空地，而应在隐蔽环境下前进。其主要目标是在突破敌方梯次防御，并且能在战术纵深遂行侦察任务。这一点其实是很正常的需求，因为从战争的第一天开始，俄军就遇到了必须突破敌方提前构筑的防御阵地的问题。例如在顿巴斯，乌军花了8年时间建造长期防御工事，俄军不得不在作战行动中适应这一情况。这是因为这场俄乌战争与苏联和俄军在过去几十年打的战争并不相同。与俄军对抗的是兵力众多且拥有所有种类传统武器的正规军，而交战双方的接触线长达上千公里。苏联军队中几乎没有专门的突击部队，当时的军术学说要求摩托化步兵部队和坦克部队在漫长的战线上正面突破敌人的防御，但这种做法往往耗时耗力。在反坦克武器大行其道的今天，这种装甲突进的战术已经过时，因此俄军装甲部队在遭遇初期的打击后，往往会选择使用 VDV 这种特种部队进行突破阵地的行动，但这种做法并不能发挥出这些部队的专长，而且后者的装备也并不具备能够正面突防的能力。因此在随后的战争中，一些俄军部队也在战术层面做出调整应对，在团级和团级以上部队中建立了可快速机动的侦察突击分队，以突破敌方在构筑地带和城市区域内的防御。现在俄军方决定推广并发展这一经验。值得注意的是，从1994年到2023年的岁月中，俄军大大小小的军改达10数次，其中最重要的2次莫过于谢尔久科夫军改和绍伊古军改。前者放弃了此前苏联大规模全面战争的思路，主动学习美国的经验，以局部反恐战争为主，希望将俄军改造成一支用于小规模战争的军队。在谢尔久科夫的主张下，俄罗斯重装备而轻人才，这种大幅度裁员也导致许多军官下岗。在得罪人的同时，军队还会由于裁减速度过快而降低指挥质量，再加上其军事制度的建设失败，更是严重破坏了底层指挥员队伍。最终，随着2008年国际油价的崩盘，谢尔久科夫的军改也随之中断。而他的继任者绍伊古却对其做法并不喜欢，在上台后马上就开始了拨乱反正。绍伊古在上台后恢复了谢尔久科夫军改前的部分师级部队以及一些动员师的编制，使其陆军员额达到35万人，而这35万人则组成了80个战斗旅团。因为他知道俄罗斯这种体量的国家，倘若一味追求反恐作战，追求小编制合成部队，反而不利于全面战争。但绍伊古也没有就此放下合成部队的改造，从旅级部队抽调出部分合同兵，组成一个营级战斗群来进行作战。营级战斗群的人数在700至900人不等，最常规的 BTG 以一个摩步营配属一个坦克连、自行榴弹炮营、防空排、工兵班和后勤保障分队构成。从这里咱们也能看出，这个 BTG 虽然名义上是个营级单位，但它却配备有整个旅的指挥机构，装甲力量和炮兵可以说是直接将旅部军官下沉到了营来指挥作战，从而形成一种临时的合成化部队编制。相较于别国普通的营级部队，俄罗斯的 BTG 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它有着旅级的火力和技术装备，同时还拥有属于营级的机动能力。这种编制的部队去打一打局部战争反恐无疑十分适合。例如在打击叙利亚的恐怖组织的时候，俄罗斯的 BTG 就表现得相当强悍。但如果放在乌克兰这种大型战争当中，就显得有些不够看了。从俄乌战场上的实况来看，俄军多年军改暴露出了不少问题，例如重视装备而轻视人才培养，大力发展主战武器，却对后勤保障缺乏足够关注，武器先进但配套、附属设备、弹药有限。还是以 BTG 为例，早期俄军地面 BTG 狂飙猛进，表现极为亮眼，不过很快就因装备大面积趴窝而停止前进，直接原因在于编制内保障力量太少。一个完整的 BTG 可以拥有上
上百辆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火箭炮。但只有一个维修排负责保障，甚至在整个参与军事行动的军事力量中，一共也只有约10个后勤技术旅提供支持，这使得俄军地面进攻往往只能持续很短时间。毕竟在局部反恐战争中，俄军的一个集团军往往只有1-2个 BTG 在前线作战，这时整个集团军的资源实际上都是配备给这几个 BTG 的，无论是空中支援还是炮火打击和后勤供应都能充分做到。但如果是将其投入进俄乌战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战场上，俄军投入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 BTG 进入乌克兰，这对于其集团军而言是很有压力的，毕竟所有的 BTG 都是被当作营级部队投入作战，但其消耗的资源却要占据一个旅，因此上百个 BTG 都无法发挥出其全部战斗力，这样俄军打得拉胯就不奇怪了。而至于之前车臣军队进入乌克兰，其实也是因为其兵力不足而导致。其次，在军改规划中， BTG 本应该是整支军队的前沿触角和传感器，在发现对手有生力量后，召唤后方精确火力进行支援。但很多 BTG 依旧使用旧式指挥信息终端，或者干脆就没有，无法与后方及时沟通，被迫在完成突破后独自完成攻坚。在得到血的教训后，俄罗斯也开始对先前的战略进行调整。这种缺啥补啥的方式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显著提升战斗力，稳定前线战局。但如果说从根本上解决军队中存在的建制、装备发展问题，蜕变成真正的信息化军队，恐怕是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那么问题来了，军改之后的俄罗斯会变得更强吗？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俄军改不改革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限制俄军战斗力的根本原因在于作战体系建设，首当其冲的就是后勤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与营战术群不同，在俄罗斯新搞出来的这个突击部队的结构中，似乎没有后勤或多管火箭炮部队。后勤方面可以说是俄军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在今年3月份，就有一群俄士兵主动联合起来发视频，要求普京严查军队后勤问题。他们自称是从圣彼得堡调来的02511部队的动员兵，到达乌克兰后，我们被派往突击旅，在没有侦察和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就被派去进攻阿夫迪夫卡附近的防御工事，结果人员损失达70%以上。在录制视频时，他们的前线指挥官已经战死，而且缺乏重型武器，他们拿着手中的机枪，被要求去进攻乌军坚固的阵地。本视频于2023年3月18日录制，这只是多起俄罗斯军队动员兵抗议和投诉指挥官的其中一起。据多个俄罗斯动员兵发在社交平台的抗议视频和媒体的报道，显然俄军的后勤问题已经让前线作战的士兵难以忍受。而且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在前线最严重的就是炮兵装备和弹药的供应，这是后勤指标中的重要一环。战线的拉长使得后勤无法保障，同样会使得其火炮无法发挥最大实力。而乌军目前也正在利用自身的机动兵力优势，在运动中寻找俄军的弱点，这也使得其指挥官能够对俄军执行最优打击。对于俄军后勤问题，普京也高度重视。为解决这一问题，普京多次要求军工企业必须提供前线所需的武器装备，并为此专门成立政府协调委员会。此外，去年9月底，俄国防部对负责俄军后勤工作的国防部副部长进行了人事调整。这一举动被视为普京重视后勤保障的第一步。随后，或许是为了向民众证明俄军整改后的样子，俄国防部还曾展示自己的战地后勤专列，以及俄军士兵在里面的惬意生活的画面。但大家也都看得出来，这个后勤专列对俄军的整体后勤而言并没有太大作用，因为只有在俄罗斯的本土才有着完善的铁路体系来充分使用后勤专列，但在境外作战就另一回事了。毕竟俄乌两国铁路是有差异的，而在短时间内，俄军也很难在战场上建造更多的后勤铁路。因此，面对那些深入乌克兰的俄军部队，卡车仍是其后勤的最大保障。一列后勤专列也显然不可能从本质上改变俄军面临的问题，运输和弹药保障也并不会因此得到解决。那些缺乏后勤的突击部队，就算是再强，其作用也十分有限。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俄罗斯的这几次军改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